30米高的巨浪，12级狂风，脚下是3000米深看不见底的黑暗海洋。现在如果有人给你1年210万人民币，让你在这里工作，没有陆地，没有家人，没有退路，你会答应吗？先别急着回答，因为接下来你看到的可能会彻底改变你对深海钻井平台的认知。很多人下意识地以为深海钻井平台就像跨海大桥一样，是直接固定在海底的，但真相是你完全想错了。在几百米的浅海，平台确实能通过巨大的钢桩和混凝土桩打地基，直接戳进海底岩层，但在几千米深的深海，打地基这件事根本不可能完成。那么它是怎么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站住脚的？答案只有4个字：它在飘。深海钻井平台本质上不是一栋楼，而是一艘超级大船。它的所有部件、钢体框架、钻井系统，甚至船员生活区都会提前在岸边的造船厂组装完成。组装完之后，这个几千吨甚至上万吨的钢铁怪物本身并没有动力，它不会自己行驶。于是多艘巨型拖船会像拖着一座城市一样，一点一点把它拖向预定的深海作业区。而真正的难题往往是在到达目的地之后才正式开始。平台停下来了，但海不会，洋流、风暴、涌浪随时都可能把它拖走。这时候真正的黑科技锚链就该登场了。别小看这根链子，主流规格的锚链每1米就重达50公斤以上，一根1700米长的锚链光自重就有85吨，相当于12头大象直接挂在平台下面。但这还不够，真正的核心是它所使用的吸力锚。吸力锚看起来像一个顶部密封、底部开口的巨大钢筒。平台定位完成后，工人会把它慢慢放到海底，靠自身重量先沉进淤泥1到2米，接着启动水泵抽走桶内的海水，使桶内和桶外形成巨大的压力差。这就像你用吸管喝水一样，只不过这个吸管被放大了几千倍。最终吸力锚会被死死压进海床，单个吸力锚的承重能力可达300到500吨，配合多根超强锚链，平台就像被定在了海上。你可能还会好奇，即便定住了位，面对滔天巨浪，它为什么不晃？这归功于现在的深海平台大多采用的半潜式结构，平台底部有巨大的浮箱，通过主动注水让整个核心结构沉到海面下几十米，这样一来重心就被压到了水面以下，平台变得像个不倒翁。海浪再疯狂也只能折腾水面，根本撼动不了水下那套深沉的骨架。有些先进平台甚至装有自动推进器，能实时微调位置，它真的就像一根插在海里的定海神针。站稳之后，挑战才进入高潮，在3000米深海打洞，工作人员会用塔吊一根根吊起钻杆，钻头外面套着套管，一起深入海底。随着钻头启动，高压海水被不断注入井内，将岩屑冲回海面。每钻深一层就换一圈更小直径的套管，并用水泥封固，最终形成一条从海面直通地层深处的钢铁通道，目标直指几千米下的石油层。在这一领域，中国的海洋石油981平台表现尤为出色，它能在3000米水深作业，最大钻井深度可达 1.5 万米，刷新过多项世界纪录。但在这顶级的技术背后，还有一个你一定更关心的问题，那210万的年薪。没错，钻井平台工人的工资确实高得惊人，但这份钱并不好拿。刚来的时候，你可能会觉得新鲜，面对无边大海，甚至能钓鱼消遣。但时间一长，这里的孤独会远超你的想象。12小时一班，全年2班倒，上百人挤在有限的空间里同吃同住。平台远离陆地，信号时好时坏，每天看到的不是霓虹灯火，而是无尽的海、风与冰冷的钢铁，还要随时准备迎接极端天气的挑战。210万从来不是白给的。我知道看到这里，你可能还是会说一句，给我210万，我也想去。说实话，我也是。但如果真的把你一个人放在这片大海上生活半年，你还能不能笑得出来？如果是你，这份工作你会接吗？然而，耗资巨大的钻井平台终究只是人类触碰深海的一根手指。当我们顺着这根钢铁架构，向着人类禁区继续下潜，你会发现，在那片压力爆表、永恒黑暗的废土之上，生命早已进化出了超越想象的诡异形态。它们有的没有眼睛，有的全身透明，有的长着一张连恐怖片导演都不敢用的脸。
毫不夸张地说，深海就像是生命在被环境逼疯之后随手写出来的荒诞剧本。水越深，生物为什么越诡异？它们到底经历了什么？如果我们顺着海水深度一层层扒开，就会发现这些恐怖样貌背后其实是一场场惊心动魄的进化生存战。当你下潜到200米以下，阳光开始迅速变弱，这里被称为暮光带。最深可达1000米的这片区域几乎没有光合作用，唯一的粮食是海面上慢慢飘下来的有机碎屑、海洋血。为了在昏暗贫瘠的世界活下去，生物的进化开始脱离常规。首先登场的是透明隐身派，比如管眼鱼，它的脑袋像个发光的灯泡，大脑和眼睛直接裸露在外。再比如玻璃章鱼，全身除了眼睛几乎完全透明，看起来就像造物主赶工时随手画了2个眼珠子，却忘了画身体。而另一批生物则选择了发光流的反向操作，黑腹灯笼鲨的肚皮上布满了发光器，能主动调节亮度来匹配海面透下来的微弱光线。当捕食者从下方往上看时，它会因为这种反照明伪装而直接消失在背景光里。一旦跨过1000米的门槛，阳光正式下线，我们便进入了永恒黑暗、温度接近冰点的午夜带。这里的压力是海面的几百倍，对人类是禁区，对深海生物来说则是进化脑洞全面失控的竞技场。在这里，深海龙鱼成了职业刺客。绝大多数深海生物是看不见红光的，但龙鱼不仅能发出红光，还进化出了专门识别红光的眼睛。这相当于给自己配了一台私人夜视仪，能在猎物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偷偷将其锁定。而真正颠覆认知的还得是琵琶鱼，也就是安康鱼。雌鱼头顶挂着发光的诱饵，钓鱼只是基本功，它们的繁殖方式才是真正的精神污染。雄鱼一出生就注定要寄生在雌鱼身上，咬住对方后，自己的器官会慢慢退化，最终彻底变成雌鱼身体上的一个精子囊。这种从独立生命退化成一个器官的进化逻辑，科幻小说都不敢这么写。继续向下，来到覆盖地球一半表面积4000米以下的深渊带，这里是连绵的泥质荒漠，食物极度匮乏，生命被迫解锁了名为深海巨人症的技能树。在这里，大王巨足虫能长到小狗那么大，蜘蛛蟹张开腿甚至堪比一辆小汽车。虽然变大的确切原因在科学界仍有争议，但这些巨型生物确实在节省能量和抵御天敌上占据了优势。同时，这里的一切都慢了下来，长得慢，繁殖少，但寿命极长。比如格陵兰鲨，能活400多年，是脊椎动物界的长寿冠军。最后，我们抵达了6000米以下的终极区域，超深渊带，比如著名的马里亚纳海沟，这里的压力是海面的上千倍，足以瞬间将人压得粉身碎骨。然而，生命依然在这里探测到了下限。深海蜗牛鱼作为目前已知生活的最深的脊椎动物，为了对抗高压，它们的身体没有任何硬骨，软得像一坨凝胶。在海底热液喷口附近，更有微生物完全脱离了光合作用，靠吃硫化氢和甲烷等化学物质为生，供养着一整套独立的生态系统。说到底，深海生物之所以看起来恐怖，并不是因为它们邪恶，而是因为那里的生存环境已经残酷到让所有常规法则失效。阳光消失，压力飙升，食物匮乏。为了活下去，生命只能在进化的路上剑走偏锋。那些让我们毛骨悚然的样子，其实只是生命在极端环境下拼命活下去的勋章。万米深海不只有压力，还有生命写下的疯狂剧本。这个世界远比你看到的更奇怪，也更精彩。订阅辣妈好奇，带你扒开那些活久见的冷知识，保持好奇，世界才够辣。下期见。